你以为台湾房市最惨的是房价暴跌吗？错，比跌更恐怖的是根本卖不掉，不是便宜没人要，是连来看房的都没有。未来你的房子可能不是资产，而是一个每年缴税还甩不掉的包袱。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彻底拆开来看。先说一个关键数字，台湾目前房子总数约900多万户，但全台家庭数量只有800多万，意思很明显，房子比住他的家庭还多，而且这个差距正在快速拉大。为什么？因为建商还在拼命盖，但人口已经开始萎缩了。台湾从2020年起进入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不是短暂现象，而是一条不可逆的曲线。2023年新生儿只剩13万左右，对比30年前动辄30几万的数字，直接腰斩再腰斩。这代表什么？代表30年后进入买房年龄的年轻人只剩现在的一半不到。到那时候，现在盖的这些房子要卖给谁？这就是最核心的矛盾。建商继续推案，投资客继续囤房，政府继续画重划区的饼，好像台湾的人口会凭空变多一样。但现实是，台湾老化和萎缩的速度是世界前段班。国发会预估，到了2050年，总人口可能跌破2000万，而65岁以上老人将占超过 36%。一个1/3都是老人的社会，谁在买房？我们来看看房子到底多到什么程度。根据内政部统计，全台空屋长期维持在近100万户的水准，而且这还只是官方数字，实际一定更高。你到台湾的乡镇走一趟，到处都是铁门深锁、杂草丛生、信箱结满蜘蛛网的房子，有些是屋主过世后没人处理，有些是投资客买了却租不掉也卖不掉，有些是子女到都市打尖，老家就这样荒废了。这些房子像一座座沉默的纪念碑，见证住人口红利曾经辉煌的时代。更可怕的是，新房子还在不断冒出来。打开任何房产网站，全台预售案多到不行。台中的14期、北屯基捷、桃园航空城、新竹关埔、高雄亚洲新湾区、新北三重和新庄副都心，每个案名都取得响亮无比，仿佛住进去就能飞黄腾达。但你冷静想想，这些房子盖好之后，除了第一手买家，第二个接手的人在哪里？你可能会说，台北精华区永远不会跌。这句话对了一半。确实，像信义区、大安区那种顶级地段永远有市场，因为它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身份和资产配置的像。全世界顶级城市都这样，纽约曼哈顿、伦敦肯辛顿、东京港区，这些地方的房产像艺术品，有钱人永远会抢。但问题是，全台湾有多少人住在信义区？绝大多数房子都不在这种地段。你看看新北的某些重划区，桃园的新兴社区，台中海线一排排新大楼，高雄距离市中心40-50分钟车程的建案，这些房子现在靠低总价和行销话术还卖得动。什么首付几十万，月付比租金便宜，买到就是赚到。但20年后呢？当周边学校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废校，当社区商店一家接一家关门，当整条街晚上只剩几盏灯亮住，你觉得这种房子还卖得掉吗？日本已经帮我们演过一遍完整剧本了。日本人口比台湾早10年开始萎缩，现在日本乡下到处都是免费送的房子。你没看错，不是便宜卖，是免费送，而且送都没人要，因为接手了你就要缴固定资产税，要负担社区公共设施的分摊费。一栋房子从资产变成负债，这在20年前的日本人听来也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已经是日常。日本甚至有节目专门介绍这种免费空屋，画面里那些老旧木造房屋坐落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庭院树木长到盖住屋顶，门口停住轮胎泄气的旧车，旁白轻描淡写地说，这间房子市价为0，有意者请联系。魔幻吗？这就是人口萎缩的终局。更夸张的是，日本有些地方政府还推出空屋银行，媒合想免费拿房的人和急住脱手的屋主，结果登记的房子越来越多，来领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就算房子免费，你还是得花一大笔钱翻修，翻修完住在一个前不住村后不住店的地方，工作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看医生要开车1小时怎么办？所以很多人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走了。这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新词负动产，持有它不会让你变有钱，只会让你越来越穷。台湾会不会走上同一条路？很多人说不会，理由是台湾地小人多。
不像日本有那么大的乡下腹地。但你仔细想想，台湾的城乡差距其实比你想的更严重。全台超过1/3的乡镇区，人口正以每年1%到3%的速度流失。苗栗、南投、嘉义、屏东、花莲、台东这些地方的年轻人走了就不回来，留下越来越多的老人和越来越多的空屋。你去南投某些乡镇走一走，那种整条街都没人走动的萧条感，跟日本乡下已经没什么两样。台湾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公寓大楼的老化。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大量兴建4到5层楼的公寓，到现在很多都超过50年了。这些老公寓没有电梯，管线老旧，到随时可能漏水漏电，耐震系数根本不符合现行标准，外墙瓷砖动不动就剥落砸到路人。住在里面的多半是年迈的老人家，因为年轻人早就搬走了。你问他们为什么不搬，他们会说住了一辈子搬不动了，也不想搬了。等他们走了，这房子谁要？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继承台湾的继承制度，让一间房子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继承人，兄弟姊妹各持一份，要卖就得所有人都同意。但大哥在台北二子嫁去美国，小弟在高雄，光要把人凑齐签字就是大工程，要整修谁出钱？大家都觉得应该别人出，要都更别闹了。整栋大楼几十户都得点头，光1楼的阿婆就死不肯搬。结果就是谁也不动，房子一年一年烂下去，最后变成一个产权混乱又物理崩坏，谁碰谁倒霉的烂摊子。你去台北万华走走，去大同区老巷弄转转，巷子里有多少这样的房子？窗户封死，铁门生锈，信箱塞满泛黄的传单，楼梯间弥漫潮湿霉味。这不是未来式，这是现在进行式。而且随着台湾高龄化加速，这样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多。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老去，每年进入继承程序的房子数量正在快速攀升。这些继承来的房子绝大多数不会回到市场上交易，他们就这样静静腐朽。有些继承人甚至连过户手续都懒得办，因为过户要花钱，持有要缴税，处理要费神，反正又不值几个钱，就让它烂在那里吧。你觉得这是个案吗？不，这是正在大规模发生的现象。未来10年、20年，台湾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继承潮，届时数以百万计的老旧房屋将涌入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堵塞在市场里，既不被交易，也不被使用，成为整个社会的沉重包袱。再来谈一个更深层的心理问题，台湾人对房地产的执念是一种集体制约。我们上一代经历过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从1980到2010年，房价长期上涨，买房等密强迫储蓄加资产增值，谁不买谁傻。那时候你随便在台北买间公寓，放个20年，价值翻3到5倍是基本操作。这个经验深深刻进2代人的脑袋里，变成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东西。所以当你跟长辈说未来房子可能卖不掉的时候，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像你跟虔诚信徒说神不存在一样，不可置信，混合住一点愤怒。但信仰归信仰，数学不会骗人。当需求端年轻购屋人口持续萎缩，而供给端既有房屋加新建案持续增加，这个市场的结局只有一个，供过耐求。但更可怕的不是价格下跌，而是流动性消失。什么叫流动性消失？就是你挂出去卖，根本没人来看，没人出价，没人接手。房子还是你的名字，价格也许账面上还没跌多少，但你就是卖不掉，你被套在里面动弹不得。这种感觉比房价腰斩更令人窒息，因为腰斩至少还能认赔杀出，流动性消失代表你连认赔的机会都没有。你可能会说，那租出去总行吧？很遗憾，租屋市场同样受人口结构影响，总人口减少，租屋需求自然跟住降。而且台湾租屋市场本来就很畸形，很多房东不报税或报很少，整个市场缺乏透明度。很多房东宁可空屋也不愿降租，因为降了就回不去了。但当租客越来越少，你不降也得降，最后可能连降了都租不掉。你想想看，一栋卫顿偏乡的老公寓，没电梯，隔音差，停车不便，周边连个便利商店都没有，你觉得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要租？讲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台湾社会对房地产的讨论长期聚焦在房价太高，年轻人买不起，媒体天天报，政客天天喊，社群上天天吵。这当然是问题，而且很严重，
但它可能只是问题的前半段，后半段也就是今天讨论的卖不掉，才是真正会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大趋势。买不起是痛苦，但至少你知道那个东西还有人要。卖不掉是绝望，因为你手上握住的东西正在一点一滴失去意义。想想看，当一个社会有大量房子卖不掉，也租不掉，会发生什么事儿？第一，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台湾房贷余额已突破10兆新台币，很多房子是拿来抵押的。当房子失去流动性，抵押品的价值就成了问号。银行不会倒，但资产品质会恶化，放贷更保守，整个经济的资金流动受影响。第二，地方政府税收出问题。房屋税和地价税是地方财政重要来源，当大量房屋荒废或价值缩水，税基就被侵蚀。地方政府没钱，公共设施维护缩水，道路不修，路灯不亮，公园荒废，然后更多人搬走，税收更少，进入恶性循环。第三，社区维护崩溃，公寓大楼管理费需要住户分摊，住户越少，每人负担越重，电梯要修，水塔要洗，外墙要拉皮，这些费用不会因为住户减少就变少，最后剩下的人也撑不住，管委会解散，保全撤走，大厅灯坏了没人修，地下室消防设备过期没人管，整栋楼进入慢性死亡状态，专业术语叫死亡螺旋，一旦进入就很难爬出来。日本有个词叫限界极落，意思是老年人口超过 50%， 社区功能濒临瓦解的聚落。台湾现在也开始出现类似状况了。你去看那些偏乡，有些村子只剩几十个老人，唯一的杂货店关了，公车路线砍到一天只剩2班，邮差1周才来一次。这些地方的房子别说卖了，送人都送不出去，因为谁去了那里能干嘛？有人会搬出移民这张牌，说台湾可以引进移民补充人口，房市就有救了。理论上没错，世界上确实有国家靠移民维持人口和经济活力，像美国和加拿大。但你看看台湾的现实，对移民的开放程度远不如这些国家，社会观念上很多人对外来移民有保留，法规制度也不成熟。就算未来真的大幅开放移民，你觉得来的人会去买苗栗的老公寓，还是屏东的透天厝？他们也是往台北、台中、高雄挤，因为工作机会在那里。所以移民牌能不能打，能打多大，都是大问号。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都市更新和老屋重建上。确实政府这几年积极推动都更条例，希望让老旧建筑重获新生。但你看都更的推动速度就知道了，一个案子从整合到完工动辄10年起跳，碰到几个不同意的住户就是20年、30年甚至无限搁置。台北市推了这么多年，都更真正完成的案件占全部老屋的比例还是个位数百分比。而且你想过吗？都更重建后的新房子单价更高，总价更高。在一个人萎缩的市场里，这些高价新房的去化压力只会更大。等败，你把问题从老房卖不掉换成新房卖不掉，根本没解决供需失衡。那政府打房呢？很多人呼吁课更重的税，逼囤房族把房子跌出来。2023年推出的囤房税 2.0 确实对持有多屋的人增加了成本。但你冷静想想，如果市场已经供过了一球，逼更多人把房子离出来，不就是让供给更多吗？这不是加速那个卖不掉的结局吗？打房政策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有道理，可以抑制投机炒作。但在一个即将进入结构性需求萎缩的市场里，打房反而可能是在压垮最后一根稻草。就像你在一艘已经漏水的船上顿命往里倒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说到底，台湾房地产面临的不是短期的景气循环问题，不是利率降了房价就会回来，也不是政策松了市场就会复苏，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根源就是人口，人口决定需求，需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流动性。当人口这个最底层的变数开始不可逆的萎缩，上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跟住动摇。让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2025年台湾出生人数大概还在13万左右徘徊，这代表2055年这批人才30岁，正好是传统的购屋年龄。但那时候台湾总人口可能已经不到2000万，而且其中超过1/3是老人。你觉得那时候的房屋市场会是什么光景？不用太多想象力，看看现在的日本乡下就知道了。那些空荡荡的商店街，那些长满杂草的庭院，
那些贴住出售告示却永远没人问的老房子，那就是我们20年、30年后的样子。当然，也许科技会改变一切，也许远距工作让人口重新分散到乡镇，也许 AI 和自动化创造出全新的经济模式，这些可能性都存在，我不否认。但即使最乐观的情境发生，也改变不了一个根本事实，台湾的人口在减少。你可以让每个人住得更好，但你没办法变出更多人来买房。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好几间房子，尤其是那些非精华的、屋龄偏高、周边机能逐渐衰退的物件，你可能需要非常认真地想一想，趁现在市场上还有买气，还有人愿意接手的时候，是不是该做个决定了？因为再过10年、20年，那扇卖出的窗口可能永远关上。到那时候，你手上的房子不是资产，而是一个每年要缴税、要维护，但永远甩不掉的负担。而如果你是年轻人，正在为买不起房而焦虑，我反而想跟你说一句可能有点反直觉的话，也许你不需要那么着急。我不是说不用买，自住的需求当然存在，有一个自己的家当然很好。但当整个市场的供需结构正在悄悄翻转的时候，时间其实站在你这边。你每多等1年，市场上的房子就多一些，竞争的买家就少一些。那些囤了一堆房子的投资客，他们才是真正等不起的人。你看他们现在还撑住不降价，但撑到后面会发现，不是价格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人来问。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场游戏的规则早就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对买房的心态也在改变。你问2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会说买房是人生必做清单的第1名。但你问现在20几、30岁的人，很多人的回答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买租房不好吗？把头期款拿去投资不好吗？拿去环游世界或创业不好吗？这不是躺平，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当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把买房当成人生唯一目标的时候，房屋市场的需求又少了一大块。你说他们以后长大了就会想买，也许吧。但到那时候，他们的父母可能已经留了好几间房子给他们了，他们根本不需要买。当然，我必须强调，好的地段、好的产品永远有市场。台北市中心精华区、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住宅、台中七期，这些地方因为有强劲的就业支撑和生活机能，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卖不掉的问题。但这些地方的房价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触及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买得起的正好就是那些未来最可能卖不掉的。这才是整件事最讽刺也最残酷的地方。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日本走在最前面，已经深陷其中，韩国紧随其后，首尔以外的房价已经开始明显下跌。中国大陆更不用说，除了几个1线城市，很多2、3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一片惨淡。你去看看鹤岗那个东北小城市，一间房子几万块人民币就能买到，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一辆机车的价钱。你以为鹤岗是特例吗？不是，鹤岗只是走得比较前面而已，后面还有一大排城市在同一条路上。台湾只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环。整个东亚的低生育率和高龄化正在从根本上重塑这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房地产作为最大宗的资产类别，首当其冲。有人会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半导体产业撑住，有台积电，经济不会差到哪里去。这话有道理，台积电确实是经济的护国神山，但你想想，台积电的光环能照到多远？新竹、台南、高雄的部分区域，也许因为台积电效应而房价坚挺，但那些距离科学园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呢？那些跟高科技产业完全沾不上边的农业乡镇呢？一座护国神山救得了全台湾300多个乡镇市区吗？回到标题，台湾很多房子未来不是跌，是卖不掉。这句话听起来骇人，但所有的数据、所有的人口趋势、所有其他国家走过的路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只是在阅读一张已经摊开在桌上的地图。地图上的路线清清楚楚，终点也看得见。至多你要继续往那个方向走，还是趁现在换一条路，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有人说，最可怕的不是风暴来临，而是风暴来临之前，你还以为天气很好。台湾的房地产市场现在看起来还风平浪静，房价还在高端，建商还在抢地，投资客还在进场，但海平面底下的暗流已经在涌动了。
人口的时钟滴答滴答走住，每一声都在倒数。等到大多数人都意识到问题的时候，那扇窗口可能已经关上了。今天我们聊这些，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希望每个看到的人能用更清醒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房地产。不要被过去30年的经验绑架，不要被那些漂亮的样品屋和销售话术催眠。那些接待中心里笑容满面的销售人员不会告诉你20年后这个社区可能剩不到一半的住户。那些精美的建案 DM 上不会写住，附近的学校可能在10年内废校。他们只会告诉你现在不买以后更贵，只会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批优惠价。但真相是，在一个人持续萎缩的社会里，房子只会越来越多，买家只会越来越少。睁开眼睛看一看人口数字，看一看日本的今天，然后想想台湾的明天。你手上的那间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未来20年甩不掉的包袱？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急迫。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分享给身边正在为房子烦恼的朋友。我们下回见。